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小多老师啊。我们现在开始要学习一下这个复古的家具场景，里面包括了一个沙发、书架、地毯、书以及一个小的水杯。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要先做一下这个地毯。这个就是做好的地毯，它的尺寸希望同学们可以拿出笔和纸记一下啊。尺寸是10厘米宽11厘米长这样的一块地毯，颜色是黑色和灰色这样的条状，然后拼接的。同学们如果后期想自己换颜色都是可以的。这个地毯上面有一些纹路，这些纹路是需要用羊角刷来刷出来的。那我们有这种羊角刷。好的，现在我们拿出来颜色，黑色和白色，因为这个灰色是由白色混出来的。好的，老师现在已经拿出来了。我们黑色如果搓成圆球的话是这样大一块，之后呢，白色以及它对应的黑色，它俩需要混色。建议我们白色多一点，黑色少一点。然后呢，黑色混的时候呢，少批量的，一次少一点的混进去，免得它这个颜色太深啊，和这个黑色差不多的话，就看不出这个地毯的差别了啊。好，老师把刚才的那团黑色，拿出来一小半，混进这里边，看一下颜色。如果颜色太浅的话，我们再往里头慢慢的加黑色。好，我们再往里面稍微加一点点，我觉得就够了。这些是多余的就不需要了，混到黑色里面。拉伸揉搓，把颜色完全混进去。OK， 我的灰色已经混好了啊。现在呢，我们来处理一下。需要的话就是把这个灰色或者是黑色擀成长片之后用切刀来切。那么尺寸大约是多少呢？我们已知这个地毯它的宽度是10厘米，长度是11厘米。我们在擀片的时候，这一片它的长度至少要达到11厘米往上，建议同学们擀成12厘米、13厘米啊，有一个预留。宽度的话，我们就擀成10厘米左右就足够了啊，切成几条。把粘土在手中拉伸揉搓好，没有明显的这个痕迹啊，这个痕迹需要我们用手用力的去搓，就能把痕迹搓掉。搓成长条，压扁一下，剩下这块土呢，用透明盖子盖住，避免它风干。拿出擀面杖，压扁一下，免得它跑来跑去啊。先长度上达到12厘米以上，看一下切割板数一下，哦，这有15厘米左右了。长度可以的话，我们就开始擀宽度。擀的时候呢，擀2-3下就给它翻面，调整方向，让这个土受力均匀一些。好，擀几下之后呢，避免它粘在上面。好的，薄厚的话，建议呢有一定的厚度，尽量不要太薄。好，我们测量一下，能用到的是中间的这部分啊，这个中间的部分已经达到了将近10厘米了就可以了，或者是6-7厘米都可以的。拿出我们的长切刀，先把它放到一边啊，长切刀放到一边。我们先拿出羊角刷，把上面的纹路刷一下，每个角落都刷一下。为什么要先刷呢？是因为等后期的话，如果已经贴好了再刷，它会变形。还有一点就是呢，操作的时间比较久，到最后的时候才刷，有可能你的粘土已经半干状态，纹路已经刷得不明显了。所以我们提前先把这块土刷好它，每一块都刷。
看一下这个纹路啊，敲起来的时候小心一点。现在就把这片土放在旁边啊，为了避免它表面风干，可以用塑料布啊，或者是那种文件夹在上面，或者是一张纸盖上它，免得它干得很快。然后我们一会儿长切刀切的时候呢，就会切不下来。现在我们来操作一下黑色粘土，拿在手中一样拉伸揉搓，操作方法跟刚才的灰色粘土是一样的啊。拉伸好，放在手掌心，用力的揉搓，去掉痕迹，去掉褶皱，然后把它搓长一点点，压扁，拿出擀面杖，长度先擀一下，13厘米可以的，再擀一下宽度，擀2下3下，就翻过来。翻过来，这里的黑色和刚才的灰色的厚度要保持差不多一致啊，达不到一模一样，但是呢也不能相差太多啊。摸一下，然后可以再摸一下那个灰色的。好的，同样拿出羊角刷，我们把纹路刷一下。使用羊角刷的时候，建议稍微用一点力啊，而且呢要刷的密集一些，不要点了几下之后就去刷别的地方啊。好的，黑色粘土也处理好了，现在同学们可以清理一下桌面，等一下我们需要位置比较大的地方来操作这个地毯啊。那这里呢，就可以给同学们看一下，每一条缝都比较笔直。笔直它的2个比较重点的，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土要半干的状态下，太湿或者太干呢都不会达到这种效果。太湿的话就粘了，而且呢你在动它的时候呢，它会有不平整的啊，它会变形。太干的话，切的时候呢就切得很钝啊，操作起来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在土半干的时候来操作。第二点就是要切的时候呢，要加快手速啊。好，首先我们先把黑色的一边给它切齐，只切齐一边啊，放在旁边。这个土还是可以用的，用这个扣上啊，免得浪费。把灰色的拿过来，把灰色的一边也是给它切齐，然后迅速把2边粘起来，把2边粘起来。好的，我们继续。它的这个宽度大约是1厘米左右，同学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一个调整宽度啊。好，现在我切2刀，一般的规律就是切2刀贴2次，把它切下来，然后马上这边贴上去，这边也贴上去。贴好之后需要大家按压整理一下，免得它脱开。如果后期的话脱开了，我们可以用白乳胶在后面粘一下，薄薄的刷一层白乳胶。好，继续切2刀，然后呢我们贴一下，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贴到这个宽度是10厘米左右，差不多就可以了。现在半干的状态下很容易操作。好的，经过一番操作之后，它的宽度用尺子量了一下，已经是足够10厘米了。我们同学地毯做大一点或小一点都可以的啊。到时候我们摆的时候，如果觉得太大，到时候可以修小一些的。小的话呢，那就需要，如果觉得尺寸不对，就要再重新做了。
好，我们把最后的2片给它切掉。切掉之后，把侧面先切齐，然后长度测量一下是不是11厘米，边边角角弄得漂亮一点啊，11厘米。OK， 好，到这边11厘米了，可以给它做大一点点。那这块地毯我就做好了。我们在晾晒的时候呢，就把它平铺放着，然后隔一段时间可以给它翻过来，让它的反面呢也都晒好一些。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如果有2片条裂开了，在反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白乳胶，也可以建议同学们用第2种方法，就是你拿黑色的这个粘土呢，把它再擀成一个大片，厚一点，最好是厚一点哈。然后呢，完全的给它再粘上，等于是加多了一层，再把多余的去掉，那这个地毯就变得又厚又板正，然后呢，条纹之间也不会裂开，透出来的黑色呢，也不会太突兀。好的，这就是我们第1个部分地毯的制作。好的，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下书。在这个场景里呢，一共有10本书，1、2、3、4、5、6、7、8、9、10本。这5本呢是做了一个造型啊，插在沙发旁边，还有这3本呢插在沙发的前面，最后有2本呢是放在了这个架子上面啊，书架上面。我们现在来做一下这10本书。老师来解释一下，这个书的里边呢是米色，也就是我们的肤色，我们用肤色直接做就可以了。然后外面呢包了大约4种颜色，黑色，然后是棕色，这个是偏红色、红粉色，还有一个就是黄色、黄棕色。这4本书4个颜色，其实我的这里面是有一点深蓝色的啊，同学们可以选择4到5个颜色来做这些书。现在拿出米色，我们先把它的里面的书心全一次性给它做好。肤色粘土拿出来1块，大约鹌鹑蛋大小，然后拉伸揉搓。我们每个土在拿出来之后都要拉伸一下。好，放在手中，把它先用力的揉搓，去掉表面非常明显的纹路。然后搓成长条状。现在来说一下这个书的尺寸，大约是1厘米多，1厘米左右的宽度，长度是1.5厘米左右，这样的一本书。那一共是10册，我们就需要切出10个长方形。它的厚度大约是0.2到0.3左右啊。拿出我们的压泥板，我们不使用擀面杖，用压泥板，这样的话它的厚度能够保持一致，左右都压一下。然后长度看一下，达到10厘米，最好是超出10厘米啊，有一个预留富裕一下，11厘米左右就可以了。高度的话达到1.5厘米左右的高度也就可以了。先做10本书，拿出切刀，把一边切齐，切齐边。厚度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大约有我的大约有0.4厘米左右的厚度了，厚一点是可以的。再把其中的另一头先切齐，比量一下尺寸，高度达到1.5厘米左右的地方，我们再给它切齐，这样都得到一个长方体啊。整理一下边角角，现在大家就可以切了。每隔1厘米切一块，一本书2本3本。好的，10本书切好了，米色收回去。现在同学们拿出3件套里的切刀
3件套中的这个切刀啊。我们现在处理每一本书，它的侧边像有页数的那种感觉的啊，我们要画竖条条。一本书拿在手中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先要把它的4边刚才切刀切的明显的地方呢，给它弄得柔和一些啊，不需要特别圆润，但是也不能太锋利啊。好，其中留下一个长边不用处理，剩下的3边呢，3个侧面，我们每个侧面都切3刀，3刀就差不多可以了。1、2、3，切上3刀。因为如果切的太多呢，它就太密集了；切少呢，又有点太稀疏了，所以3刀差不多都可以。好，来做第2本，先用手把4个边角很明显的切刀的痕迹给它处理一下，之后用切刀3个侧面切3下，1、2、3。这10本书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1、2、3，先处理一下角角，之后呢再切2、3，1、2、3，以此类推，我们把10本书都处理好它。10本书已经全部处理好了，现在我们来做书皮。先做一下棕色的，我看了一下棕色，我们做4本啊，拿出棕色或者说咖啡色、褐色都行啊，一团土，拉伸揉搓一下，放在手中，我们用力把纹路去掉，然后稍微的给它搓成长条形，用手压一下。现在拿出擀面杖，我们要给它擀成长片。那这个长度需要是多少呢？一本书的话，它是1厘米、2厘米、3厘米，再加上一个侧面的话，建议同学们长度至少达到4厘米，或者是4厘米多一点都可以啊。我这个没有量的时候，没有去擀的时候就已经4厘米了，那我就专注于给它量一下高度啊，擀一下高度，让它能多包几本啊。好的。现在也是擀2、3下，翻个面，这样一长片之后，拿出切刀，把底边先切齐，底边的话至少达到4厘米，老师的这个已经是4.2厘米了。之后拿出来其中的一本书，我们贴着边缘在正中间的地方给它放上去。有些同学会说，老师，我这个书皮是否可以比里面这个内心稍微长一点呢？长一点点可以，不要长太多。长太多，这个书皮没有干的时候就会弯进去，就显得这个书皮是很软塌塌的了啊。好，现在用切刀把上面的也切齐，就得到了这样一块。然后我们找一下啊，有一侧是已经处理过3条纹路的，找到那一侧，把它旁边多余的这个咖啡色给它切掉。下面就剩这个了，把我们的长切刀给它转过来，这时候同学们处理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别割到手。用这个刃的地方，再贴着这个书的侧锋给它先压一下，压一下，它好在哪里呢？就很容易拐过来，不会有那种厚度之后拐过来之后鼓鼓囊囊很臃肿的感觉啊。之后立起来，再贴着这个厚度，我们给它压一下，压完之后不要压断它就行啊，然后再给它折过来。这样的话，我看一下它这个书的侧面就非常的立体而且干净啊。最后我们的一步是把多余的侧面的咖啡色给它切掉，就得到了这样一本书。建议同学们这个书皮呢擀的薄一点，并且呢在半干的情况下来处理，这样它的边边角角就不容易变形啊。如果万一很软的时候，你稍微碰它一下，边角就变形了。放在旁边晾晒一下，我们继续做下面的，再做3本。同样的方法，老师再讲解一遍啊。咖啡色的贴在边上，放在中间，然后把上面的切齐，找一下侧边的条的切掉。
如果万一有些同学他不小心把侧边不是侧边的条的切掉了，那没有关系，后期的话你可以再补一下，或者不补都可以的啊，不是非常明显。好，把用刀的背面啊，沿着它的厚度给它切一下，书立起来，再沿着厚度切一下，再扣过去，最后一个步骤切下去。好，以此类推，我们再做2本棕色的，可以整理一下啊。这时候不要太用力，不要把指纹放上去。像这种情况，如果做好之后不平的话，可以拿出压泥板，我们给它稍微压一下啊，让它平整一下，是最好的了。4本咖啡色的书已经做好了，现在我们再做2本黑色的书。黑色粘土拿出来放在手中，拉伸揉搓，然后在手中给它团成没有纹路的啊，也是团成长条形，按扁一点点，看一下啊，它的长度已经足够4厘米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往长了改一点，翻过来再改一下。好嘞，建议同学们在半干的情况下处理这个书皮啊，如果不是特别的干，我们就用手扇一下，其中的一边切齐，拿出书，也可以先找到就是已经割好的这一面啊，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旁边的黑色都不需要，我们放的时候可以靠边放啊，这边预留少一些，这边多一些，避免不够用。把上面顺着这个尺寸切齐，然后找到侧边是已经处理好3条线的那一边，切刀反过来割一下，立起来，再切一下，压过去，最后一笔啊，切掉多余的。好，第5本书就做好了。老师这里的第6本书也做好了，现在我就只剩4本书了。我想要做2本米黄色，然后呢2本粉红色的。好，我手中的这个呢，其实也不算粉红了啊，是红色。如果是很浅的粉红，同学们可以白色粘土里面加一点点红色，就是粉红色了。那老师的这个颜色呢，是红色里面加了一点点黑色，变成这个深红色，那个颜色还蛮漂亮的。我准备做这2个啊，手法是一样的，搓好长条，面杖杆。切齐一边，它非常的不干，有点湿，甩一甩啊。OK， 一边切齐，这一片要留着，等一下我们会需要到。反过来压一下，给它立起来，然后再压一下过去，多余的去掉。手不合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切刀帮助一下。红色的做好，最后2本啊，我的黄色里面加了一点点的棕色，然后呢又掺了一点点的黑色，用这个颜色来做最后2本书。像老师这个颜色，它是由黄色里面只是稍微加了一点点红色，让它的那个非常扎眼的黄色呢，看起来没有那么黄，加了一点点红色，达到这个效果的。同学们也可以做紫色的或者其他颜色的书啊，任何颜色都可以，只不过就是建议同学们颜色不要特别的扎眼，特别的亮啊，就可以了。好，我们把这10本书的书皮都给它做完吧。反过来，
最后一本书了，放在中间，切一下，切一下，翻过刀，用刀背压一下，竖起来，压一下，折过去，切掉它。好嘞，10本书都做好了。那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晾得干一些，至少是半干以上啊。干完之后呢，我们会用白色的亮光笔或者是黑色的中性笔给同学们看一下。白色的亮光笔写出来是白颜色的，然后黑色的中性笔，我们会在书的侧锋对应的写一些图案或者是文字，有的时候文字太小写不出来，我们就随意的画一下然后选出1、2本在表面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画一下这个书皮。比如说像这个5本书的话，这个表面这一本可以画，其他的话你不用画书皮也都可以，如果有些同学想画都可以的比如黑色的书我们就用亮光笔来画，像其他颜色很深的，像棕色的话用白色或黑色笔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你用了黑色的笔不明显，就改用白色的笔再重新画一下都可以了举个例子，我用黑色的书，我如果让它做表面的话，我可以在上面写一个 AB， 下面写个漫画旁边画一点小花之类的。侧锋的话，上面可以画2个书封，然后呢也写个漫画2个字，或者下面写点东西，这样子的。这个黑色在方面写个 ABC， 在这个红色的地方，我看白色写信可不可以写一个动物世界，其实看不出来这本红色的我用黑色笔来试一下，写动物世界也是可以的像这样的书都可以黑白2个颜色，我们都画一下吧。再比如说一会儿我拿它做标题，旁边画一个小人在奔跑，侧边也都写上奇妙的旅行，这个侧面写上辞海，表面不用画了，这个用白色的笔写，我们白色和黑色穿插着来让它有一个不同的感觉。也就是说至少有3本书的要写封面，因为有分3部分。好的，10本书的话有3本我做了封面画了一下，其他都是只是画了侧面。我们现在来组合一下，先组合一下这5本书。建议同学们书摆放的时候不要太整齐，我们给它交错着摆放，但是呢至少等一下它干透的时候用铜棒或者是牙签可以一下给它穿过去的留一个牙签能穿过去的一条竖线交叉点。好，我可以拿它来，然后摆一本红色的，再摆一本黑色的，这样的3本，再拿出来一本棕色的，最后再来一本红色的。这5本书我就摆好了。摆好之后，同学们拿出我们的压泥板，可以再稍微压一下，好，这样晾晒一下就可以了。这是5本，下面再摆一下3本书，我用黑色来做封面。3本书摆放也是错开一下颜色然后稍微有一点点的错开，压一下。最后2本书是摆在那个上面的，这2本是棕色的，都是棕色的，是可以的，就像它俩是上下册一样颜色一致。就摆好了。好，我们给它晾晒好之后呢，等到做完沙发，做完这个书柜，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呢，再用细节针或者细节针加上牙签或者是铜棒来给它穿一下，之后固定在场景上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